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不知不觉就老了几岁呀、为什么最近这么多更新啊？我完全没有时间去休息啊，都要一直更新影片。那么这一次就是玩家社群反馈，还有包括前阵子韩国线下聚会的一些 Q&A。那这边玩家社群反馈就有包括8月跟9月的。那么刚好在前不久就有观众跟我反馈说讲，诶，最近是不是没有什么玩家社群反馈的意见啦？是不是很久没有做了？那今天官方就刚好就上传了这个东西，所以这边就跟大家讲一下啦。它这边就有包括玩家社区反馈跟韩国线下聚会的一些 Q&A， 可能会分成2个影片吧，因为这边他写的东西很长啦，所以如果我要一个一个慢慢去讲，又要解释的话会花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慢慢来看。这个反馈就有说到前阵子的匹配 Q&A 里面就有强调说到战力是影响匹配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它有参考其他东西，还有包括活跃度啊，还有其他的东西，不是只有战力而已。但是之前的客服就说到战力不会影响到匹配，所以这个玩家就觉得很困惑，战力到底有没有影响到匹配结果？这里策划的回答说，他们新的匹配算法不再是部队战力作为匹配的因素，但是它并没有完全取代之前的系统，反而2种算法并行运行，就是互相补充的，以确保匹配公平性还有平衡性。尤其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新算法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性能比较稳定，目前是匹配的主要依据。同时他们也是不断的在更新之前的算法，如上面所说的，他们更新了之前的算法，会考虑活跃玩家近期提升的战力，从而更有效的与新系统同时合作。因此虽然新的算法不完全依赖战力，但旧的算法在特定匹配情况下依然还是他们考虑的范围，就是近期的战力提升。他们希望以上的解释能够帮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匹配系统。那关于匹配系统呢，我个人也没有什么话好讲了，因为我感觉来来去去都是差不多。下一个反馈就说到投桃报李，除了现在拥有的奖励之外，应该要增加一些宝石 VIP 点数在里面，这些对于新的玩家来说非常有帮助，因为多数情况下在投桃报李比较多的玩家还是用宝石去购买 VIP 点数嘛，所以如果他这个投桃报李能够直接完成之后给我们 VIP 点数的话，其实会比较好一点，这对新玩家来说很有帮助，也能让老玩家的 VIP 积分持续增长。一旦我们到达了征服赛季之后， VIP 等级到达16级左右，所有的宝石会化为材料，这能够提升活动更加多的价值。但那个宝石变成材料，我不是很理解他是在讲什么东西啊？难道他是说不要消耗宝石，而是消耗材料去锻造装备就可以完成任务这样子的意思吗？这个我不太清楚。这里回答感谢你的建议，他们将对游戏中当前 VIP 积分进行审查，并进行内部讨论，可能会考虑改进的方案，但是他这边没有讲一定会拿取他的方案呢。下一个反馈希望在每日任务中可以拿到一个君王钥匙当做奖励，但是他们这边回答就蛮直截了当的，他们就讲到如果是在征服赛季里面的每日奖励的话，他们会进行调整，根据这个反馈，就是说之后我们有希望就是每天完成了任务之后拿到一个君王钥匙吗？再来这个就是前阵子我才吐槽的东西，就是暗影军团，他说暗影军团的奖励太差了，根本没有理由去参加玩，你得建立8个很强的集结，并且维持他们15分钟才能获得几个5分钟的加速道具而已。这个也是我想要吐槽的东西啊，确实他那个奖励真的不是很好，然后你又需要叫你的玩家上线去帮忙补集结，帮忙加入集结。这里策划的回答只是说感谢你的答复，他们会调整难度并改进奖励。我是希望他们可以根据王国玩家的活跃度进行改进啦，因为有一些王国他们人数真的没有这么多，没有办法把那个黑暗堡垒给打下来。下一个反馈是讲到天赋树的问题啊，从2018年开始，他们都必须要手动去计算天赋树中的每一个提升到底属性加成有多少。如果策划他们能够开发一个系统，就是能够像他们截图那样子，可以直接去计算到底加成有多少，就比方说 6.5% 的攻击力加成，那么就很好了。毕竟天赋树的区域还有很多空白的空间啊，如果能够直接写上加成有多少会很方便。因为他说在其他游戏中
都已经有这个功能了，所以他也是非常希望在这个游戏中也是添加这个功能。现在他们已经有装备属性和行军速度加成自动化的系统，但是天赋树依然还是没有。他相信这个改动对许多玩家来说都非常实用，从游戏初期到后期都能受益，因为玩家都不需要再花大量的时间去手动计算天赋树里面的攻击、防御、生命还有行军速度加成了。策划回答感谢反馈，该系统目前处于设计和开发阶段，敬请关注后续更新。那其实我个人没有做到这个阶段啦，就是去计算那个天赋有多少，但是有一些玩家是真的很认真的，就会去计算每个天赋开启了之后会提升多少的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个更新也是好啦，有一些玩家会需要用到啊，增加一个小工具而已。下一个也是我想要问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够跳过教学？就是你建立一些新账号的时候都会有教学嘛，但是我们得到一个不错的回答哦，他们会根据此进行相应修改，请继续关注后续更新。就是说有可能我们有机会可以跳过教学了，又或者是用更快捷的方式跳过教学吧，就看他们这边怎样去改哦。因为真的有时候很烦啊，你建立几个账号他就出一些一大堆教学，你要慢慢去看，又花很多时间，明明你已经是老玩家了还要去看。下一个他这边说的是野蛮人据点了，但是他这边写英文了，我不确定他讲的是哪个野蛮人据点了。他说在失落之地里面，当你们攻击了野蛮人的据点之后，就会挑出一个很大的矿。他说这个功能应该设计在自己本身原本的王国里面，而不是只有 KVK 里面才有这个功能。那策划这边的回答，他们会根据玩家的反馈进行调整，请关注后续更新或者是社区公告，所以之后也是会增加这个功能在我们自己原本的王国里面去。下一个反馈是希望在原本自己王国里面也是有军团的系统，然后联盟拿着 LT， 他这边 LT 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很清楚让一个英文很差的人去翻译这个部分，有谁知道 LT 代表什么意思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因为他说到在原本自己的王国里面呢，你要切换联盟啊很麻烦啊，又要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又要在王国频道那边讲，尤其是你要去到不同的区域的时候，你又要切换联盟过去，可能会比较麻烦。还有就是如果你的账号要搬资源什么之类的，也是要切换联盟。他策划的回答，他们只是说在未来的更新中会解决这个问题。感觉今天的策划蛮好聊天的，为什么他们今天讲的内容全部都是说我们会考虑，我们会更新这样子的东西。接下来这个也是我想要讲的东西啊，因为近期发现到太严重了，就是在 KVK 中一个阵营里面王国数量太多了。目前我看到最多在一个阵营里面有11个王国，没有听错，有11个王国，是真的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你的盟友，哪一个是你的队友的那一种，是真的很混乱了。讲真的，我的 KVK 即将要开始了，我就连敌人是哪一个，我的队友是哪一个我都不知道这个玩家就说到，为了改善王国战争的体验，可以考虑每个阵营内的王国数量上限，使其与该阵营的联盟容量上限相匹配。就比方说，如果你一个军团里面只能容纳5个王国，就不要把7个王国放在同一个阵营里面。如果你一定要把7个王国放在同一个阵营里面，你就应该要允许玩家通过其他的途径获得额外的联盟名额，不然的话等一下又要分成2个军团、3个军团，他觉得这样子很混乱，可能会引发很多的争议，降低了玩家参与 KVK 的积极性。如果某个王国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加入最后的军团，他就没有理由去努力的帮助其他王国获得胜利，因为不值得他们去花时间、金钱还有资源去战斗。那么这边策划的回答是说，他们会推出一个迷你的 KVK 迷你的赛季，暂时每个阵营的王国数量将会减少，奖励也会相应调整。这个不是之前本来就有了吗我记得好像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迷你 KVK 的事情了，但是我印象中我是没有参加过那个 KVK， 可是他这边又讲他的那个奖励会调整哦，这样我宁愿参加回原本有很多个王国的 KVK 至少我拿到奖励还是比较多嘛，虽然不一定是我可以拿到啦。下一个反馈，希望增加可以搜寻野蛮人存在的按钮，简单又方便。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年，好像从去年开始就已经讲到现在了。策划回答，感谢你的建议，目前他们正在开发，预计最早在 1.1.02 版本中上线，就是说在下一个版本更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野蛮人存在搜索的功能了
下一个希望可以把移民功能变得简单一点。他说收集护照很花时间，他这里所说的护照就是移民令啦。每周护照数量应该从1个增加到2个或者是3个，所需要的积分应该要减半才对。这里策划的回答，感谢你的反馈，他们将考虑通过适度降低所需要的积分，来朝这个方向进行更改。进行这个调整之后，可以减轻移民玩家的负担，同时避免移民许可价格过度下降，以免导致玩家随便移民影响到游戏的生态。其实玩家想要随便移民也没有办法随便移民啊，其实比较多的玩家还是想要移民过去 KVK2、KVK3 玩呢所以他们现在就算能够拿到很多的移民令到处移民的话，也只能说往一些征服赛季去移民。但是征服赛季的王国一般都比较有经验啊，他们可能会封锁王国，如果你没有申请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进入的。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问题啦。那这边看下来，大多数的反馈呢都是玩家支持的，你们可以看到点赞。除了解释那个匹配系统玩家的反应还是一个骷髅头，他们觉得说哈你在讲什么东西，你讲了跟没有讲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玩家的反馈啊。另外一个就是关于 KVK 的事情啊，就是他们讲要推出一个迷你的 KVK， 你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玩家是反对的，跟我刚刚的反应是差不多。我是觉得说你应该要想办法把你那个 KVK 匹配数量不要变得这么多啊，就是王国的数量，但是你也不要剥夺玩家拿到奖励的数量，不要去做调整会比较好一点的。所以你们才会看到为什么有这么多玩家反对这个东西。但是其实可以看到这边票选最多的就是在自己王国里面拥有军团系统啊，这样我们就不用一直切换联盟啊，比较多人支持这个东西。然后接下来就是关于那个野蛮人城寨搜索功能我是觉得这一次的玩家社群反馈有很多都是玩家想要的改进啦，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官方很多都是认可了，他们就说会增加这些功能了。官方是发生什么事情？策划是吃错药了吗？他平时不是这样子的让我觉得有一些震惊当然我也相信有不少玩家就会讲到，哎呀万国觉醒快要死啦，所以他们现在想办法去补救这个游戏，要听玩家的反馈。然后更加有一些玩家会觉得说啊，现在他们只是给你一颗糖而已，后面他就让你吃苦瓜了OK， 那么这个玩家社群反馈暂时先讲到这里啊，因为下面还有那个韩国 Q&A， 你看这么长我不想要看了所以今天这个影片暂时先讲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影片你们也知道我要讲什么东西啊。如果你会看英文的观众，你们可以先自己去看啦，不会看英文的话就等我迟点翻译给你们听咯。所以各位对于这一次的玩家社群反馈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